奥特曼系列是少数有很多部在中国的电视台正式播放过的日本特摄，也是最早在国内正版网络视频平台同步播出的日本特摄。奥特曼卡片等玩具至今依然占领学校门口小卖部。奥特曼毫无疑问是国内最火的特摄系列。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是我看这次骆驼真的快要瘦死了。同样第15集，而且奥美加的第15集已经属于奥美加里最好看的了，才58.9万播放。而假面骑士加布是193万播放，奥美加的总播放才和加布的汉语配音版差不多。要知道传统上奥特曼系列的小朋友观众更多，汉语配音版更火。你要是说加布更新的早，慢慢积累了播放量，那同样是上周末播放的假面骑士 ZZZ 播放量还是更多呀。奥美加本片的热度都不如吐槽奥美加的搞笑视频多了，属实是奥特曼系列同步引进以后最凉的一次。一开头大木田宙人梦见在月球另一个自己变成了歼灭创世体佐瓦拉斯，看来佐瓦拉斯确实是这一部里如同黑暗路基埃尔一样和奥特曼同等对立的角色。青龙、白虎和朱雀在月球和奥美加一起对战佐瓦拉斯，其中朱雀被佐瓦拉斯控制了，把奥美加打坠机的光线就是用朱雀武装发射的。看来青龙、白虎之前确实是奥美加的朋友，可是为什么在地球从来不搭理奥美加呢？而且你这个坠机前的战斗场景和第1集的严重不符啊！片头曲过后，宙人向男二光成同步自己回忆起来的情报。第1集3D 动画的虫族就是盖涅斯，盖涅斯创造了 BOSS 佐瓦拉斯，被奥美加射爆的星球就是盖涅斯星球。现在佐瓦拉斯准备入侵地球，复活盖涅斯虫族。现在两人觉得光靠自己赢不了，去找了小不姐和老杏姐。众人复盘上一集战斗，最后佐瓦拉斯的脑波发生了混乱，是因为听到了乌鸦叫，可以针对性的研究声波武器，解除佐瓦拉斯对朱雀的控制。谁家独一？老杏姐还破译了佐瓦拉斯的语言，说是和人类古代语言很相似。众人回忆起自己在很久以前就在守护地球，古书里记载的大红莲法师可能就是自己。怪不得这2集众人没有那么糖了，原来是回忆找回来一部分了。国防队和奥美加按照计划再次对决佐瓦拉斯，奥美加用头标和朱雀武装对战。话说这次难得再次做出了能真正拿下来的头标，结果完全没能成为赛文和赛罗的头标那样的点睛之笔，反而成为了吃瘪专用武器。因为怪兽装甲才是真正有输出的武器，声波武器解除了怪兽对朱雀的控制，但是没有完全解除。光成让青龙把自己投到了朱雀身边。原来行动前奥美加开启了回忆杀，回忆了之前10几集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们。现在他认为自己不会纠结自己想要做的事是什么了，他现在希望能让人们感到幸福。回忆杀还是挺感人的，如果之前14集不是拍的那么烂，就更感人了。光成用回忆杀的力量突破了佐瓦拉斯的控制技能，收服了朱雀。原来朱雀皮套的眼罩就是这么设计的，我还以为是象征被黑暗控制了呢。光成使用朱雀似乎更消耗体力，不过这个设定不用记得那么清楚。我还记得假面骑士 OZ 一开始也设定了使用3枚同色核心硬币连组的力量会很消耗体力，但是后面每一集都用连组，甚至在剧场版先用重连组分身之后同时使用了所有连组，根本不用在乎体力消耗问题。现在光成也有了在同一场战斗中使用青龙、白虎、朱雀的能力。话说既然给出了月球战斗的场面，也就说明剧中确实没有玄武装甲了，可能会在将来搞个舞台剧什么的出一下。奥特曼系列每年都会编排新的有剧情的线下舞台剧，可能是因为舞台剧皮套造价更便宜一些，而且有实打实的门票收入吧。舞台剧经常会出场电视剧里没有的全新形态，比如阿古如 SV 和盖亚 SSV。最近奥特曼都不换形态只换装甲了以后，出舞台剧独占形态的难度更低了，皮套都不用新造了，直接用线下最多的基础形态套壳就行。这一集最后主角团穿上了怪特队队服，属于是考上编制了，可能是奥特曼系列最晚成立的防卫队。这一集里 BOSS 似乎是被欧布至高圣剑彻底打爆了，避免了重蹈特拉菲扎和阿加穆斯覆辙的危险。只不过打戏再次复刻了奥美加早期的硬核武打戏太少，生硬播放怪兽装甲技能演示动画的问题。连续几集还挺好看的，让我对奥美加高走稍微有点希望了。希望大家也多看奥美加，至少看看我的吐槽视频一键3连，让我们特摄区有点热度，最近确实有点太凉了。